各位，我看到我们的司仪哦，就回想到20年前我在台上的时候，比他表现的还要紧张。我的人生就因为遇到了很多贵人的提携，让我有机会。今天如果拿着麦克风哦，各位觉得我可以侃侃而谈的话，都是贵人给我的机会哦。特别是我今天在青商会人生中最重要的贵人，今天也亲自百忙之中来到了现场。我们欢迎我们的青商总会2003年的国家总会长蔡世莹蔡总会长。好。等一下我会分享他怎么提携我的故事哦。那我在这边调查一下在你的人生中有贵人的，有受到贵人提携的，请举起你的右手。在你的人生之中有提携过别人，成为别人的贵人，请举起你的左手。来，我们给这个自己2只手一个掌声好吗？所以贵人非常重要各位想想你人生中最重要的贵人是谁？父母。你的父母，父母是天生注定的那有没有一个人不是天生注定，但是是你人生中的贵人的？哪一位？你的另一半，对不对？你想想你的另一半现在跟你那么的亲密，彼此互相扶持，但是在你认识他之前，他是跟你本来就很熟悉，还是很陌生？陌生。那如果我们具备一种能力就是把陌生的对方透过一个 SOP， 透过一个方式，能够变成你人生中很重要的贵人，请问他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当你具备了把陌生人变贵人的能力，各位想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吗？想。太棒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公开这种能力了那因为我们的提携我的 JCI 跟我现在正在运作的 BI 两个我最挚爱的 I 呢，在2020年他们的高层，全球总部的高层决定要彼此合作。那在台湾，我们应该是算很快落实这样一个策略的一个分会那我也担任这一场第一场 JCI 跟 BI 合作的一个首长的讲师，很期待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各位找到人生中的贵人，彼此互相提携。各位说好吗？好。各位看，这是我的资历我的资历密密麻麻的，不是我很厉害，不是我，是因为贵人给我舞台，给我机会，所以才可以让我有今天就比方说，很多人的印象来有参加过JCI 的活动的，请举手好吗？有参加过青商会的 ？OK， 好。截至目前为止还有人告诉我说，哇，他觉得他的酒力不好，酒量不好。他不适合参加青商会，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俄语啊？那我今天要告诉各位，本人滴酒不沾，总会长最了解我，我居然可以被提拔成为青商总会的总会副总会长。各位，所以贵人重不重要？重要。那里面还有很多资历都是因为贵人的提携，才会让我有这个机会那我也因为有很多贵人所以我就出一本书把我怎么把贵人这个提拔我，或我怎么提拔贵人的秘籍写成一本书。这边有几位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各位有没有知道宏基集团的创办人施正荣先生？居然我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我的背景我居然可以邀请到施正荣先生在我出事的时候帮我推荐。这个是什么能力啊？这个就是把陌生人变贵人的能力啊！好，我再举，本人不太会念书我呢大学毕业算是老天爷给我很好的恩赐，我念到，而且我念的大学还不是很有名的，我是私立的学校，淡江大学在座有没有淡江大学的这个学弟妹？有OK， 好，本人也因为这里面书里面讲的一个观念，我居然有机会当到淡江大学校友总会的副秘书长。为什么？因为被那个校友总会的理事长提携，我就从一个毕业的校友变成这个秘书长、副秘书长。
那这边还有，我虽然淡江大学毕业，不过我在写书的时候，台大的前校长陈维昭先生愿意为我推荐，为什么呢？因为 BNI 让我有机会跟陈维昭校长有近距离的接触哦。等一下我会再特别做说明。好，那就我了解哈，我很幸运，刚好是 JCI， 我从一个会员慢慢当到会长，慢慢当到执行长、副总会长，这个法制顾问哦。那 BNI 我也是13年的会员加5年的执行董事哦。我觉得里面最大的差异哦，就是青商会帮助我们广结善缘，然后 BNI 让我们可以深耕少数的商务人脉，我们就可以扩展我们的这个商务人脉。那好，那我就先跟各位谈谈哦，那个 JCI 对我参加青商会哈，是我大学毕业不久以后有没有？好，我就参加青商会，因为我觉得哈，青商会那时候是很多老板很厉害的人都在青商会，我很喜欢跟他们晋升学习，所以我那时候就主动透过亲人的邀请，把我推荐到他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青商会。那进去以后，各位从这边就可以看到青商会怎么提升我的视野啊！我以前是童子军，童子军在每年国庆日的时候哦，都要去总统府前面、观礼台前面有没有拿着一个童子军棍哦，围起人墙，然后后面维持秩序。所以我那时候，民国77年啊，我拿到的是工作证。但是自从我参加了青商会 JCI， 我拿到什么证？各位知道吗？观礼证。观礼证，前面一排工作证的童子军，帮我们维护好很好的秩序。我们是坐后面可以观礼，所以各位这个层次有没有不一样？有。哦，这个就是你如果参加青商会，才可能有机会从工作变观礼哦。好，那再来呢？青商会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在培育社区的领袖。你的社区可能透过你的付出，有没有让你的社区更好？所以我们常常在青商会会办很多什么捐血活动啦，那我当社长那一年我们就办了一个，因为我是邦嘎在艋舺台北是艋舺的一个老地方我们就办了一个咱的邦嘎拢是报的活动。我们发行一个这个艋舺西游记护照每个人拿这个护照呢，那我们跟艋舺很多古老的景点合作，他去盖一个章，盖很多章以后，像麦当劳他就有提供给我们这个每个人护照有盖满章，他就提供一个冰淇淋免费的，他要提供什么咖啡，所以光是我们办活动我们跟麦当劳交涉有没有？他就赞助我们20-30万的一个相等值的产品，所以透过办社区活动，很多人认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怎样？跟政治人物接触，各位，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我们艋舺的会所，这谁来？各位知道吗？马英九那时候要选市长，所以他就来我们的会所，为我们的那个彩绘风筝有没有提上他的字？那这一位呢，我们前总统李登辉先生，我们是因为青商会有资深的这个前辈，带我们这一群年轻人有没有去？去这个李登辉前总统的一个，他有那时候好像是国策什么中心有没有？去跟他拜访以后，他写一个我们的风筝给我们。所以如果没有青商会，我们会有这个视野吗？不会的好，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办了一个活动，有那么多的媒体报道。你看国语日报，你看联合报，立报，这个虽然说有些是比较小报，不过。他愿意帮我们登，没有花任何钱，有登上，这个是不是代表训练我们年轻人的能力？你怎么跟媒体去交涉？你怎么写新闻稿做公关？所以很多各位在平常学不到的能力，在我们青商会都可以因为我们为社区办活动而广结更多优秀人士，然后让我们提升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你看自由时报还登那么大的篇幅，他登了2次。邦嘎拢是报文化护照换记忆，所以我们常会说BNI 叫做JCI 叫做青年学府什么领袖摇篮，所以各位想要成为一个领袖吗？刚才我们的通灵执行董事说，领袖跟老板最大的差异在哪里？要不要花钱？要不要花钱老板你很有钱，你花钱他就要照你的这个指示来办理。
但是领袖呢？你带领的是一群领袖哦，那是你怎么带动人家的心？各位，如果学习一个领袖的能力的话，请问你的公司要有多大，就可以有多大，就看你的发的越早。那各位再看看，也因为参加青商会，我才有这些机会哦。什么机会呢？哎，这本来有很多投影片。这个刚才有秀过哈，你看跟我们的那时候他连战副总统哦，马英九，你看见那么多次面哦，这个我们的外交部长哦，这个也外交部长陈唐山这个是教育部长，行政院院长，这也是行政院院长，之后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本人40岁了，我离开了JCI，我就没有机会透过任何管道跟他们有任何的交集，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愿意在 JCI 有付出的话，我相信你得到的就是因为你为社区付出，你可以得到更多这个社区的资源了。那 JCI 让我最有福报的一件事，就是我把这一位陌生人变成贵人，因为刚才我们会长有提，青商会有哪4大机会？个人的机会。各位，我现在站在台上不会发抖，是不是青商会训练我，让我有机会当会长，从先当司仪开始，在这边先发抖给各位看。当会长少发抖一点，然后再当了执行长，有没有？执行长就讲很顺，因为他也当过会长，对不对？所以是一年一年的训练我们。那所以个人机会那还有什么机会？社区机会，我刚才讲我们在社区办活动嘛，那还有呢？商业机会，像刚才我们的议员不是说，你第一个有法律的纠纷，第一个是想到我们分会的律师是吧？所以有商业机会。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国际机会，因为 JCI 在全世界70几个100多个国家都有青商会，那我们每年都会办一个世界大会。那在西元2000年那一年是在哪里办？各位知道吗？在日本的北海道。我因为那时候应该是准备接会长所以我到了，就遇到了另外一个分会不是我们分会，另外一个分会也对国际书很热衷的会友来，我在那边第一次跟他见面。本人呢什么都很厉害，就是跟女生对话不太厉害，所以我在遇到他之前，我这辈子没有牵过任何一个女孩子的手，她是我第一个女朋友。那怎么让她有机会现在跟我是人生最上贵人？我要非常感谢 JCI 的国际机会，让我有机会在日本认识她，她回来交往现在这个小朋友都已经高中2年级了。OK， 那这个各位，你想要你的婚姻幸福美满吗？那青商会可以让你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好，那地球有70亿的人口地球人那么多如果连跟你已经见过面、换过名片的人都没有办法变成我们的贵人的话，那谁会是我们的贵人？各位会不会觉得我们都希望有很多贵人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连这个人已经跟你都见面了，像今天各位都见面了而且看有人还换了名片如果这样的人都没有办法变成你的贵人，那你能期待美国的川普总统变成你的贵人吗？更困难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探讨的就是怎么让有见面过的人透过怎样的一个 SOP 把陌生的他变成你的贵人。各位想要学吗？想。那这个方法呢，各位我想出来了，把它运用在电脑程式上面，因为我是电脑工程师嘛，我就得到了台湾的国家发明专利。所以我现在就跟各位曝光一些专利的细节A 就叫 action 行动，换了名片如果没有马上行动，没有马上跟对方取得联系管道，名片是一堆纸片，所以换了名片一定要行动。那我的行动方式等一下会说明。再来就是要照亮，用你热忱的心照亮对方的心再来就是持续，一定要持续做，1年、2年、3年可能不会开花结果，搞不好等到第10年。
我有一些经验是在青商会认识的记者哦，在青商会认识的记者，就是蔡世银总会长那一年，过了10年以后，他观察了我10年，结果刚好他从记者自己去创立一个报社，他变报社社长，不过是小报了，没有很大。他觉得可以跟我有一些合作，于是他就变成我的贵人了。他把我引荐到5星级的饭店去做一些跟人脉有关的一些讲座跟那个配套。所以各位，如果你善用这个 ABC 人脉经营法，你就可能为你的换过名片的人产生无限大的威力哦。那所谓的 A action 哦，是黄金24小时一定要给对方一个什么正面积极的印象。请记得哦，如果24小时没有处理，是24天以后。请问大家还记得今天在这边一起听阿宝哥的演讲吗？不记得。不记得了哈，所以请记得那个速度，积极一定很重要。不过有一个事情比积极更重要，什么事？写在上面。行动比积极重要。正面比积极更重要。好，假设我今天哈，我们跟这个严楼会长换名片，我说，严楼会长很开心今天跟你一起听阿宝哥的演讲哦。我的公司在做旅行社哦，那最近有推出了一个很棒的活动，巴厘岛19999，普吉岛29999哦，你下次要旅行一定要找我为你服务。各位有什么感觉？好像被形象有没有？他很积极嘛，对不对？24小时就给你这个讯息，但是你会感觉不舒服。那要怎样才会让对方感觉舒服？你要说，严龙会长你好，很开心跟你一起听阿宝哥的演讲哦。我把今天听演讲的心得哦写成一个笔记，我把那笔记一起寄给你，希望未来有演讲的讯息，我们都能够互相沟通联系，一起学习。对，这样有没有感觉好一点？有。所以这个是不是正面又积极？对。所以请记得哦，积极很重要，但是比积极更重要的前面是什么？正面。正面哦。好，那再来有一句话说，贵人多忘事。而且越贵的人，像我们蔡世银总会长很贵，他本来还要这个提早接新的，他是真的非常感谢他支持。他说阿宝你讲到几点我就留到几点，所以我赶快讲完。OK， 那这个贵人多忘事，对不对？所以我们 action 可能过了1个月、2个月等下就把我忘记啦。所以我们要怎样？每个月1次都要照亮他。那怎么照亮？要用数位的方式，因为像蔡总他是住台中啊，我住台北啊，我怎么可能跟他认识以后每个礼拜都跟他，每个月都跟他到台中见面？不可能。所以我们要学习用数位的方式照亮哦。那要照亮的内容呢，就提供你的关心，要告知你的现况，还有最重要就是要分享你的价值。你的价值有什么？像各位今天听了我的演讲，可能有一些收获启发，你会把今天启发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寄给你所有换过名片的朋友。那所以呢，这个就叫数位的照亮。那最后就叫 continue 哦，简单化，重复做。你要把所有的流程变得很简单，然后重复去做，你就可以在你换过名片的人脉圈建立你的个人品牌了。好，那因为本来我讲这个课可能可以讲6个小时，讲操作的细节演练。但是今天没有时间，但是我把我以前有一家公司叫清凉音，他把我讲的内容录下来，有6个小时的 DVD， 里面截取1个小时，里面有讲 ABC 操作的细节放在这个 DVD。当然，我不是要拿来卖的我要送给各位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互动我就直接送我今天带的是这样。好，来，刚才有拍手的前3位，请举手好吗？学我。我先送给第1排的，好不好？来，好，还有，我带一带。如果没有其实我本来今天我是要带100片，每个人都送的。后来觉得因为我们作业不急，本来就说你报了名我就送，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先讲直接送可能不太好。如果下次报名先讲，我们相信人会更多，好吗？可以帮助更多人了。所以我今天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们就那个都送因为付出者收获好，那
我就是因为做了这个 ABC 所以我本来只是 BNI 我们的会长一年产生150几个哦，在青商会一年产生150几个总会长。那我们的蔡世英总会长呢，他是怎样，在我们青商会付出很多，不止时间哦，而且金钱也很重要。如果没有花很多钱去全省这样跑透透，赞助很多经费，像今天各位的水，今天各位有没有出钱？没有，没有，那钱从哪里来的？当然，这个场地是因为刚才讲社区机会嘛，我们的一德青商一定跟议员关系很好，透过议员来借，所以不用钱，对不对？好，那问题是我们印海报要钱啊，对不对？印布条要钱啊，钱哪里来的？各位知道吗？就是要选总会长的，要选会长的，就会到处就要跟他要赞助哦。所以呢，总会长花很多钱，但是本人没有选总会长，但是我却可以当到总会副总会长，原因是什么？我没有花钱，但是只要总会长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选上总会长以后，他提名我当主务的副总会长，本人就是副总会长，所以要非常感谢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当会长的时候，蔡世英总会长在全省到处要这个跑票的时候，有没有？他看到了我的付出，看到了我的专业，而且换了一张名片以后，我不放过他，我每个月都一封信，每个月告诉他，阿宝哥很付出，阿宝哥的电脑能力很强，而且我还出过一本书叫《数位文件管理达人》，让他知道，以后他当上总会长他可以善用我的专业，可能可以帮助他会务更蓬勃。所以各位，你很有能力，但是你如果没有一直照亮你的贵人，你的贵人是不会发现你的。那我非常感恩我当的那一年是青商会50周年哦，今年是青商会第几年？68年，你看18年前18年前那当然我很感恩所以我在做主务副总会长那一年我特别的努力。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成果，就我把所有青商会的东西以前都是这个没有数位化的，我全部数位化放在一片光碟里面。这一片光碟放进去，可以听到青商必备音乐。比方说我们典礼有什么国歌啦，有什么什么进行曲啦，甚至青商会歌还有很多版本的，有爵士乐的青商会歌啦，然后什么就是我都把它收纳到一个 CD， 因为我的专业就是电脑嘛里面有青商的各种宝藏电视资料库，还有我请人家写程式。你只要在我那个程式里面输入你要哪个行业别，有没有？所有青商会几千名会员有那个行业别的就会出来，就可以找到他的地址联络的方式。所以我们 JCI 本来就有什么商业机会，就看你有没有运用而已。好，那有拿到这一张，已经18年了对这个还有印象，有看过这个的请举手好吗？又一个传承给我们，传承18年了。那会这样呢，就是因为 ABC 一直照亮的原因。那问题是我那年是好努力的做，没有要跟各位说这个这一片我们印了1万片1万片的 DVD 要花多少钱？很多钱，但是本人没有动用到青商会1毛钱的预算，而且最后那时候投影机还很贵的时候，结余还帮我们青商总会买了一台投影机，10几万的投影机。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一片要发给1万个会员，对不对？是不是每个会员都可以拿到？所以赞助单位就叫中华电信。中华电信赞助了好几十万，所以我们1块钱都不用为这个花任何经费，而且我们总部最后还有结余。所以这个，当我具备这种办活动、找赞助的能力，请问你的事业会不会做得更好？会。只有1位会吗？会。所以这个就是青商会给我们的一个青年学府领袖摇篮的一个机会。好，那问题是我那年再努力我们青商会做再好1年就是卸任，就是离开这个舞台。那问题是离开舞台，我在台北，蔡世英总会长在台中，我要怎么让他未来他在更有成就的时候会更提拔我？我用的方法是什么？不用喝酒，不用应酬，
我还是怎样？因为这个做过了 ，A 做过了，我再做 B 跟 C， 我就每个月又给蔡总一个我最近的近况，我最近听了哪些演讲，或者最近有哪些资源，我就一直让蔡总知道。阿宝哥还在世界上，阿宝哥还在。那我们自己会提升，我们的贵人会不会提升？会。好，我们的贵人又提升了哦，他有机会变成我们青商会有办一个10大杰出青年的一个选拔，已经办了60几年了。施正荣先生，他宏基集团创办人，他年轻的时候得过10大杰出青年。那10大杰出青年那时候有将近500个人，他们有一个联谊会，历届的联谊会。那施正荣先生被选成会长，他就邀请我们的蔡总担任总干事。蔡总就跟施先生推荐说，他有个小老弟，医化能力很好，他透过这个能力可以把你以前失联的这个10大杰出青年全部都找回来。他透过他有一个软体 ，OK， 然后他可以协助，他也很热心。施先生点头同意。各位，施先生底下有多少电脑工程师可以用？为什么会选我？如果贵人没有推荐，我会有机会吗？没有。所以本人很幸运，在这6年的过程中，跟着施先生帮他做事，看他开会。那也因为这样，我们蔡总一直跟我讲说，你要请施先生当你的顾问1个小时10万块，他人都不愿意。但是我在这边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赚了200-300万。那我们10大杰出青年联谊会里面很多的10大杰出青年也透过我见了面以后就 ABC， 而且是正面积极，对不对？所以很多10大杰出青年不是我的贵人，就是我的客户。这一位谢立功署长，移民署的署长谢立功，他有选过基隆市的市长，对不对？他很优秀，我觉得他对台湾最大的贡献就是我们的机场出关不自动通关吗？就是他在那一年完成建立的。他对国家的建树非常大。那他就邀请，他就跟我说，公务人员也要有品牌啊。因为说讲人脉、经营人脉最高境界不是一直换名片经营人脉最高的境界是把你自己建立一个好的品牌，是人家主动会来跟我们换名片。那这个观念应用到公务员就是怎样？只要3招就响亮公务员的品牌，所以他就邀请我去跟一堆移民官，所以这个是我演讲记录跟最多移民官的一个演讲，各位，所以这样他是我的贵人。那如果我没有 ABC， 可能我服务过这些10大杰出青年，服务就结束了那10大杰出青年里面也有人参加 BN 成为会员OK， 好，那现在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怎么透过社团活动来累积自己的贵人而且要创造贵人。我们的会务执行人员青商会的伙伴都投入了很多。那问题投入的你卸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光环没有了，资源也慢慢会离开那我现在就跟各位分享，我是怎么让我曾经经历过的会变成我未来还是拥有的那一样的方式。我就举4大国际社团，来4大国际社团有哪4大？扶轮会，狮子会，同济会，再来就青商会。青商会是门槛比较低，因为怎样，18岁就可以参加了，对不对？只是说40岁不得已一定要离开，所以我们才要到 BNI 去，可能才要到其他的社团去你看，就因为青商会年轻人最适合参加青商会，让我有这些机会。但是那一年风风光光的结束了，是不是就结束了？我今天跟各位说结束了不会结束，那个关系还在。甚至我后来写书了嘛，我后来再出一本，就叫做之前那是把陌生人变贵人这个我就出了这本书以后，我都不换名片了，我只精跟少数几个人。他们的人脉就是我人脉，这个叫早起把你的生意做大。里面的人呢，也很多在我在青商会的时候认识的，因为青商会认识10几年，那10几年还愿意帮我写这个推荐序好，那我就分享我是怎么做到的先分享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在2003年
那个美国打伊拉克，对不对？伊拉克很多难民嘛，哦，那外交部说我们怎么协助这些难民？四大社团是最有钱、最有会做公益的，他就把四大社团的头哦邀请到我们的这个外交部开了一个会，哦，那会议中呢，我就一直在想哦，我们这个四大社团捐了那么多钱哦，不过各捐各的。福人社捐出去，他说这个是福人社捐的。狮子会说什么？狮子会捐的。我们青商会是捐比较少，因为本来就不是在捐钱的，我们是做事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没有做啊。那但是各捐各的都是那个团体的名字打很大，但台湾的名字怎样？看不到哦。所以我就在会场哦有一个小小的提案，我说我们都是这样各做各，能不能外交部帮我们统合一下啊？有一个 logo， 有一个商标。以后福人社捐出去一样有福人社 logo， 但是多一个台湾的识别标志，那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会，在场会比较好。来，那给我鼓励一下，哪个人说会好吗？帮我拿去送一下，帮我拿送一下，刚刚有说会的。好，有2位就送2位。好，那所以问题是我讲完了以后，大家开心说会以后，回去就忘了啦。哦，很多会议是不是都这样的？所以我回去我就写了一封信，我不是讲要照亮吗？我回去就照亮，寄给所有换名片当场的一些来自各大社团的，还有这个外交部的长官我就说外交部的长官及 NGO 的先进你好，我是国际青商会的副总会长日前我参加了然后我把我的想法写1、2、3写给大家。没有想到外交部的官员好认真一般会石沉大海的。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一个信件，外交部 NGO 外交事务委员会寄给我什么双信人申报人，对不对？他说保人无凶92年3月31号的电子邮件尽系无凶拙见自为宝贵，啪啪啪啪啪，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开会。本来一个没有要做的事，因为我们的一个建议，而且说的要把写的成真，所以各位以后有很多机会不要只用嘴巴讲，我们要用文字表达。好，那我们开了几次会以后，于是外交部就委任青商会来做这个识别标志，所以我们就为外交部以青商会来主办，帮外交部办一个甄选那这个是甄选，我就把结果送给了在毕业典礼送给简佑新博士，外交部长。各位，我跟他熟吗？不熟。部长怎么会认的时候，对不对？但是我跟他换，他也有跟我换一张名片，有外交部的电子邮件，我也寄，每个月都寄给他一个，不过他都没有理我，他都没有回。不过没关系。这一位有回，这一位就是那个 NGO 的大使吕庆龙，知道吗？就我们驻法大使，他那个布袋戏有没有把台湾都打出去了？有没有？会长，好，那吕庆龙大使他就回了OK 好，然后这个是结束外交部通讯他还请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写无限的感谢，这个有我们青商会的一个署名各位这是同济会的，我们没有花钱，同济会应该有花钱，福人社有花钱。但是我们位置都摆在他们上面，所以各位做好事很重要那问题是后来以后活动结束以后是不是就没了？我们很多事情办完活动，非常活动结束就没了。但是我一样 ABC， 然后活动过完不久我就刚好出一本书，过了大概半年吧，我出一本书就叫《数位文件管理达人》那我就也是照亮我所有换过名片的人，包含简佑新部长，不过他还是没有回应。好，但是他旁边的这个吕庆龙大使回应了，而且他亲自到场，亲自跟我们这个蔡总一样很支持我听完了全程而且后来我们还有很多互动，后来还要去法国旅行的时候，他还邀请我跟我老婆一起到星光摩天大楼用餐。所以这个你看一个事件，透过我们持续的照亮，让他了解我们，所以他还想提携我们这些后辈所以这个就是ABC 把陌生人变贵人。但是又过了将近快1年，
简又新部长主动打电话给我，我吓一跳。各位知道吗？我为什么吓一跳？为什么他还记得在1-2年前外交部办的那个活动？第一个透过电子邮件，不过我后来知道，应该是蔡总也有帮我加码推荐，因为简又新先生也是10大杰出青年。那简又新这个部长，他当过外交部长，也当过这个什么？交通部部长。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说他最近成立了一个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哦，那他要找我聊聊，他希望我去那个永续基金会，他可能有一个职务要请我做了哦，但是我跟他这顿饭吃完，这个是前任的这个什么环保署署长哦，沈世宏哦，你看哦，所以我站后面，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那我后来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邀请，到他基金会去任职的邀请啊。不过他把他本来要甄选那个会徽有没有？因为我们是替外交部办会徽，他觉得办得不错，所以他后来成立一个基金会，他就委托我办。但是问题，我现在那时候已经不是青商会的会员了，那怎么办？那就给我的公司办啊。所以本公司我那时候刚创业，本公司多了一项业务，就是替简又新部长办什么会徽的甄选哦。所以各位，我们讲 BI 有没有商业机会？有。这是不是就一个商业机会？是。而且我可以讲这个故事，我说这样部长都找我办，我的品质一定不会差哦。所以 BI 的这些的商业机会是要透过我们自己来创造的哦。所以我也2008年哈，那时候我刚创业哦，我们就承接了他这个案子哦，所以要非常感谢。如果2003年没有当上副总会长，2003年没有这个场合，没有 ABC 让人家记住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产生的哦。所以青商会也好 ，BI 也好，它都是可以为你产生价值的，只是你有没有去运用它而已。好，那因为还没有拿到这个 CD 的哦，没关系哦，你只要加入这个 Light 哦，你就可以获得我有一个叫黄金人脉秘籍哦，里面有把那个 ABC 的步骤讲得很详细，该怎么做。所以各位请2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去搜寻小老鼠阿波阿宝哥有没有？第二个方式看你能不能扫到这个 QR code， 给各位30秒的时间哦，你赶快加入这个 QR code。你就可以取得黄金人脉秘籍，就是那个 ABC 要怎么操作的。有人应该已经加入过了，哦，有人应该已经加入过了。我看这边有很多粉丝，哦，从台北跑到桃园来，台北那时候可能就加入了。好，我再给各位10秒钟。我的演讲还剩多久？还剩10分钟左右嘛。是。好，那现在要跟各位讲哦。刚才各位扫到 QR code 的那个叫做人脉经营的技术，那个技术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技术运用的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技术运用的不好，就跟刚才讲的一样，你很快的积极的跟对方联系，结果你在行销你的产品，人家会很有压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技术大家要知道，但是它的心法比技法更重要。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吗？经营贵人必备心法开始。如果自己没有被需要的价值，建立再多的人脉都是短暂。很重要，再一次。如果自己没有被需要的价值，建立再多的人脉都是短暂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自己的价值。你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价值？那价值有分2种一种叫专业价值。专业价值基本上就是你工作的能力嘛，你从事什么行业？我们律师就是律师替人家解决法律问题的，就是你的专业价值。但是有一个事情比附加价值更重要，那有一个事情比专业价值更重要，就叫什么？附加价值。所以我们看很多做保险业务人员啊，他为什么要去打高尔夫球？就是因为他学很会打，下次哪一个有钱人也去打，他只要帮他调整一下，挥得更远，
人家爽了以后，可能就马上签保单。所以会打高尔夫球也是你的附加价值，是吗？是。各位，你有附加价值吗？有。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我去台中哦，好像是神冈青商找我去，神冈是在台中做了那个，以前我们都开车嘛，后来有高铁就坐高铁。那所以坐完高铁以后，还要换车去神冈，哦，那比较偏僻啊。那有很多学员就告诉我说，阿宝哥，那个你等一下讲完哈，你要怎么去高铁？我说我不知道，我可能叫计程车。他说哦，来，没关系，我可以带你去。但是因为神冈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大家都不开车，大家骑什么？摩托车。他说很多人要载我，不过这个人有2顶安全帽，其他人都有1顶。所以安全帽是不是有你的附加价值？所以有时候小到一个安全帽，会下雨多一把伞，那一把伞就是你的附加价值。所以那个附加价值无所不在，我们要怎么去运用？你可能多了一个资源，就是一个附加价值。那有时候别人的附加价值就变成我去吸引贵人的附加价值。比方说，我今天朋友遇到了法律问题，我自己不懂法律啊，但是我认识我们执行长。或者是我们今天有一个人遇到了这个一些形式上的就有一些事情要透过议员解决的，我不认识议员，但是透过你的附加价值，你的朋友是议员，你很熟，是不是？你的附加价值就可以变成我的附加价值。所以各位哦，使用 BNI 跟使用 JCI 就是我们很棒的附加价值，所以我们要善用你的附加价值是什么？好，所以来大家一起念好吗？专业价值贡献客人，附加价值吸引贵人。我们一定，你的生意要做得好做大，一定要有专业。我们专业才可以吸引很多客人哦。那附加价值呢？很多人怀才不遇，他专业很好，就没有贵人提他一把也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更多的附加价值。那我就是因为有附加价值，我的附加价值就是我的电脑能力很好，我透过 email 就可以把那些失去的人找回来，所以附加价值就变成蔡总会长看到我的附加价值，去贡献给施正荣先生。所以我们那一届时节真的以前的资料都不完整哦，我们那一届以后所有的时节，他的通讯录名单都非常完整，很多失联的10大杰出青年都找回来了。那我一直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我是非常会用附加价值的人，不过我发现有一个人比我更厉害。蔡总也很厉害，不过他自己很厉害，不需要。这个人是谁？各位知道吗？老婆阿宝嫂。谁讲的？来送2个。我袋子还有，来，刚才讲我老婆有2位，我看到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为什么会在一群青商会有去，我会看到我老婆，是因为我是因为辛辛苦苦做了好多贡献，才有机会变成青商总会的副总会长哦。我们到日本了嘛，跟日本的青商总会的这个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开会有没有？谁才可以进去？不是一般会员可以进去的，一定都是总会的干部、总会的理监事。没有想到我老婆居然也可以进到这个门里面去，各位知道为什么吗？翻译。谁讲的？来再送，快没有人了，因为我老婆日文很好，她没有在青商会有太多贡献。他因为日文好，所以当我们的翻译，所以我就看到他了，所以回来就跟他交往。所以现在如果今天有讲师费，就会回去交给我老婆；如果今天有纪念品，就回去他把纪念品先交给老婆。所以你看，他是不是比我更会使用附加价值的人？所以各位请善用你的附加价值。好，那我在这一本书里面把陌生人变贵人有提到我们希望贵人有3种层次第一个就叫单向贵人我帮助他也不求他回报，但如果他没有回报，这一个情谊一定不会长，所以我们一定要怎样互为贵人。那我觉得我跟蔡总，我就很想要他一直帮助我，所以我一定想要也能够跟他有各种互动，帮助他。那这个就是互为贵人，但是这样还不够很多以前跟你互为贵的人，你的小学同学、高中同学，现在你还有跟他联络吗？没有。
所以要让贵人长久经营，一定要进到这个状态，就叫创造贵人圈。什么叫贵人圈？就你们有彼此一定的承诺，这个承诺一定要定期的见面嘛。像 JCI 是1个月见面一次，有例会嘛。那 BNI 是1个月见面4次或5次啊，每个礼拜都见面一次，所以那个承诺很重要。那 BNI 就是因为有彼此见面承诺，彼此有要为彼此带商务资源的承诺，所以为什么 BNI 很多商务人士都要选择 BNI， 是因为它是一个有彼此承诺的团队。那所以现在要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 BNI， 我人生的下半场，我就在这边帮助更多人啊。Business Network International， 它也是 I， 就代表它是国际的啊，它有74个国家啊。那我们一直在讲哦，专业人士，我就是一个专业人士，我就是电脑很专业，很会打电脑嘛，但我不会应酬哦。我截至目前，我当过副总会长，我还是不喝酒啊，我应酬我还是很不行的。但是你看哦，我透过会使用 BNI， 我贵人还是很多啊。所以要经营贵人，并不见得一定要会喝酒。但你会喝酒，你可能发展的比我还好。你把我这个学会了，你会发展比我还好。专业人士要变商务人士哦。各位有没有发现哦？很专业的人，他专注在他自己的领域哦，他不会与人沟通。所以，当我们要转型成商务人士，你就要与很多不同行业的人沟通。BNI 就是让你建立一个不同行业的人，可以每个礼拜见面跟你做沟通。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要成为商务领袖，就是可以带领一群的商务人士往共同的目标迈进，就叫商务领袖。你不用给薪水，但人家愿意跟着你走。我们 BNI 已经培育过好多个商务领袖。我希望我们台北市中心的愿景就培养120位商务领袖，他能够成立120个商务的团队，让大家总共3000位在这边彼此互相帮忙。彼此互相提供商务的资源。那我现在在很简单的时间说明一下，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刚创业，是怎么参加运用 BNI 有收获的哦。我不是说我在青商会里面找到一个模式，就不用喝酒应酬，对不对？我只要换名片，我透过那个 ABC 的卖经营法，我就可以进人脉了。而且我跟我很多朋友分享，发现这个方法对他们也有效。所以我就开发一套软体，就是换完名片就透过我这个软体就可以做这个 ABC 的，然后我还申请专利，结果专利还拿到专利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有企图心，我要创业，我要开始人生第一桶金自己赚的啊，就从创业开始，结果发现哦，好景不长，我本来以为这个商品真的无懈可击，有没有？结果创业没有人买，而且我定价已经很佛心了，3600，没有人买。各位有创业过、有遇到阿宝哥这个状况的，请举手。哦，好，没有，要有勇气挑战创业哦。那我就遇到这样瓶颈。那时候刚好13年前 BNI 引进到台湾来，我参加了 BNI 的一次会议以后，哇，好开心哦！居然不用喝酒应酬，有没有？大家就可以彼此介绍生意，所以我很快我就选择参加了哦。那在参加这几年中，我当了8年的会员。我的产品呢，有40%的生意是 BNI 的会员，他帮我介绍客户，或 BNI 的会员使用我的产品而获得40%的业绩。本来我的产品3600没什么人买，现在涨了7次价钱，在这8年涨了7次价钱。那为什么涨了价钱才会买？是因为以前我叫专业人士啦，都一直在研究电脑哪里好。后来我就因为 BNI 有就1对1，我们分会有律师。我就跟律师1对1完以后，我就原来律师我的软体再调整一下，律师就更好用，所以我的软体一直在升级，每次升级我都可以调整价钱。以前我只卖软体，后来我跟教学课程绑一起，教软体怎么使用，后来再教人家怎么经营人脉，后来教人家怎么使用个人品牌，所以就变成上万元的这个套装，所以我涨价80%然后本来只是专业人士出本书放在成品的书架上，有路过的知道才买。但是当我出版第2本书，我有商务的思维，我把它包装成一个礼品的样子，上面有签书页，你把你贵人的名字写上去，再签上你的名字，然后怎样，你就可以拿去送人。本来买1本，现在变买10本。然后在 BNI 人家又帮我推荐100本有演讲的让我去，
卖了书，然后又让我去演讲，所以这本书呢，12天出版12天就2刷了，这个出了好几年才4刷而已，这个12天就2刷，然后因为卖得好，过了1年，出版社一样的内容换了一个封面跟主题，变精装版的，售价提加15%，各位，这个就是商务人士，加上软体的试用版。那这个就是在 BNI 经营的。那各位，你有没有商务贵人呢？我以前的演讲就去保险公司，有没有？保险公司那没什么钟点费，但他让我卖产品，讲完以后人家买，我都没有到银行讲，因为银行也不让我讲，我也没有这个管道。但是来了 BNI 这一位呢，因为他以前在台湾银行工作，他用他的信誉把我推荐到台湾银行的窗口。各位，台湾银行是不接受人家，你要他的业务打电话0800台湾银行，你们现在需要保险吗？你现在需要这个办公室装修吗？他怎么跟你讲？不会有生意。但是我是因为 BNI 的会员信任我的基础下，他把我介绍给台湾银行。那台湾银行示范了一场演讲，讲得不错，所以后来台湾银行的分行经理每年都有升迁，都要先上过我1个上午的课。这个就变成台湾银行每年都固定这样的做的一个课程。那自从台湾银行用我以后，很多银行都纷纷的找我去演讲，本人钟点费从以前的3位数涨到5位数，所以今天不知道是几位数，这个叫付出者收获。好，那因为 BNI 的会员很特别我们都会把背后的人脉带到早餐会来，让我们所有会员认识。那有一次呢，我们的分会来了一个商业周刊的记者，他看了 BNI 的状况以后，他很认同 BNI 大家彼此互相帮忙的商务环境，于是他为我们写了一篇报道，本人的名字，因为那时候我担任主席，我的名字就出现在商务周刊上。各位，你希望你的名字出现在商务周刊上吗？台湾最大的商务杂志，所以以后因为 BNI 让我有机会出现在这边。所以很多人跟我换了名片以后，加入来以后，我第一个给他的就是这一篇，这个就是 BNI 带给我的。那 BNI 带给我的其实还不止这个。各位觉得我今天站在台上，如果还有一点领袖的影响力，那不是我天生俱来的，我天生是电脑工程师，不会喝酒应酬的。但是我在这边找到了舞台，我也帮助更多跟我一样不善喝酒应酬的人找到了舞台。会喝酒应酬的，他来这边更开心，因为他更可以什么如虎添翼好，那我最后跟各位分享一个怎么使用 BNI 平台来让自己向上提升人脉的一个关键这一位徐景泰先生，谁帮我照一张相片好吗？他下个礼拜要找我再谈一个合作案，我跟他说，我在这个礼拜先帮你曝光徐景泰有上过大学，他有很多线上课程。有听过徐景泰先生的请举手。哇，你看那么多人，大家仔细看来，后面也照一下，帮我照。来，有听过徐景泰的 Jerry 的请举手。哇，那他一定很开心。你看，经营人脉这样来串好，他是在做这个线上学习你这个乘以他的定价，订阅人数乘以定价，就知道他们公司的营业额有多少。他生意做得还不错。那我怎么跟他认识的呢？5年前在一场演讲的过程中，我是听众，他是台上的讲师。这一场讲师这一位各位一定认识，谁？谢金河，金周刊的创办人。那当然这一场我是 VIP， 为什么 VIP 还有故事没有时间讲那我就是因为这样让这个黄嘉欣老师介绍我给他，问题换完名片又离开了，所以换完名片我也没有跟他有任何的交集。不过没有想到，在上个月，他出了新书，居然寄给我。为什么？各位，5年前换名片我只是听众而已跟各位一样，现在是听众。但为什么5年后，他会寄他的书到我公司地址来？为什么 ？ABC 是其一。其二是我使用 BNI 的资源来帮助他。什么讲使用 BNI 的资源呢？我有一个分会在台北，算是台北最高端的分会
以前我参加 BI 的时候，150块在博朗咖啡早餐餐费，但这分会现在1100，在君悦里面，所以他们筛选的人都不一样，很多企业家都参加这样的一个金钻分会哦。有拍这张的，请也给我，我回去也会给金钻分会看，他知道我在哪边都有帮他们做链接哦。好，那里面有一个会员哦，他是做 MOD 机象盒的，中华电信的 MOD 打开有个教育频道，都是他们公司在处理。那我从他的30秒商务简报，他说他要找一些培训的单位合作，哦，有线上课程直接可以上。我就想到5年前，我曾经听过这个人的演讲，而且他现在正在经营线上课程。于是我就透过 FB， 在 FB 里面跟他对话，没有想到一约他也记得我，为什么？因为我对他 ABC 5年了。他虽然没有回我，但是他知道我有这一号人物在。好，那他也很开心，让他的事业有多一个机会。于是我就马上带他，跟他约时间1对1，带他到公司谈案子，因为彼此商业的等级都很配，所以马上说要签约。于是他们的课程，大学的课程就上了这个中华电信跟 MOD 有看就有他的课程哦。而且我把这个一分享，他谢谢海宝哥有没有？这一位谢文宪，有听过谢文宪的请举手好吗？很有名的讲师哦，他的钟点费可能是我2-3倍以上。他也在上面说谢谢海宝哥，我也是坐在他台下演讲的人。为什么他会谢谢我？你们知道吗 ABC 不是 ABC， 因为他的课程也上这边可以赚钱，1200吧。因为我的一个引荐，我把 BNI 的会员的资源变成我的跟人家链接的后盾，帮他们做穿针引线，我都没有拿好处，我就是怎样帮彼此能够有好，因为 BNI 的核心精神就是付出者收获，我就一直付出，我觉得这个人是对的人，我就愿意帮助他。所以各位，我才做这个穿针引线，我得到了那么多资源。以后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想要请宪哥帮个忙，是不是他会比较容易？愿意，因为我们有彼此帮助过。那我也透过这个 BNI， 我也听这个他说他缺医师，那我们 BNI 有一个于雅文中医师也蛮有名的，也出过好几本书。我就把于雅文中医师很专业人士推荐给他，他现在也在大平台的频道上说书卖钱。所以这个就是 BNI， 我们因为 BNI 也多一个机会，一个中医师专业人士而有商务的机会。那我也透过它来链接我们青商会的长辈。我在青商会今天少讲了一个，还有一个叫做讲师的机会。我后来没有选总会长，我往那个讲师方面跑。我要非常感谢这一位孙艺兴老师，有很大的体系。但是问题体系过了，护卫贵人过了以后，过了10年不见面，他也忘记我了。我就刚好想到，MOD 如果让孙艺兴老师，他是很知名的心智图的一个权威专家啊。我就引荐他给这个曼尼认识，所以我引荐的过程中，他也送我他的一本最新的著作。所以各位，我是透过 BNI 的资源连接我以前不会再有机会碰面的资源，所以这个就叫做把你的价值找到。BNI 跟 JCI 就是我们最好的价值的串联哦。好，所以今天的演讲哦，因为 BNI 要讲1天都讲不完，所以我又把它写在一本书上面哦。那有兴趣各位可以自己去 Google 哦，那博客来或什么产品都有哦。早起把你的生意做大。那最后有一个很重要，各位今天假日会来，就代表各位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好，但是像我也很喜欢学习，但是学习完如果就拍屁股就走，人脉也离开了。今天各位学到的知识也没有去实践它，也离开你了，很可惜哦。所以若不行动，一切归零。那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把这4句念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演讲。来，开始，有行动，没行动等于0，有机会没抓住等于0，有知识没应用等于0，有行动没坚持等于0。好，祝福各位透过行动来让你的人脉可以越来越宽广，让你把有缘人变贵人。祝福各位，谢谢。